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島台灣的歷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是来自寶島海南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驍。今天我們又有一個新觀眾來。我是來自寶島的周勇，我是泰雅族人啊，族名叫哈擁有幹。好，歡迎來到視頻播客島島連線。哎呀，這個是島連線，可是我們一個島占2個缺位，你一個島上面來2位，我們現在這邊還是一個島，未來可能我們爭取讓這個大陸也多出一些島，或者下次我們拉飛利浦過來，飛利浦算半島，對吧？對，開玩笑。今天我們請到的這位嘉賓呢是周勇老師，那我先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周勇啊。周勇的這個家庭背景呢，我覺得非常具有台灣的這個地區的一個代表性，因為呢，他們家既有外省人，又有本省人，還有原住民，所以我覺得非常能夠代表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多元性。然後第2呢，他是台灣勞動黨的成員。然後第3呢，就是他在大陸讀書過，也是因為他的這樣一個背景呢，我跟他認識了。那麼台灣勞動黨呢，和這一次我們的話題有着不解之緣。我把這個話題扔給歷史哥。是這個。大家也知道，最近全世界上最邊緣的小國之一啊，這個史瓦蒂尼，大陸叫斯威士蘭。那這也是有典故的，因為它以前叫做史瓦濟蘭，在台灣的翻譯裡面，那是白人取的名字。但他們呢覺得，我要本土化，所以就給了一個史瓦蒂尼名字。但是因為他跟北京長期不來往，所以呢這個翻譯都不跟了啊，就留在那裡了。所以就知道他到底有多邊緣哦。那這一次大家也知道，因為呢我們的賴桑啊，心心念念想去啊，最後去不了啊，那發生了這個非常嚴重的這樣的，我們可以說是外交事故吧，飛機都飛不了。不過呢，轉機倒轉得到啊，套一句啊，我們偉大的梁文傑的說法，轉機比較便宜啊，所以呢，後來呢，林佳龍啊，台灣負責呢對外事務的負責人呢，他最後還是到了這個史瓦蒂尼啊。所以今天呢，在這個上面呢，沒想到這麼小的一個國家，世界邊緣到不能再邊緣的國家，王驍都還不介紹過的國家，這他是有介紹過了啊，上次2021年介紹到現在都幾年了哈，跟都跟不到。好的國家竟然呢要上紙面啊，這太有意思了。那他沒想到跟周勇呢是有一個連結的。那我自己個人跟周勇認識呢，是因為我這個 call in 的節目啊，然後周勇都會跟我 call in 啊，然後也跟我聊了一下。那上個禮拜他就跟我介紹了這個斯威士蘭啊，我自己都驚了一下，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呢？原來這個地方竟然有共產黨啊！各位啊，天下何人不通共？投共一念起，頓覺天地寬。是的，沒想到寬到這個印度洋對面都能寬起來了。但是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切入，主要是這個國家並不是這麼重要，但它可以真真切切的反映，在這個全球動盪的局勢之下，中美大博弈的一個基礎之下，還有所謂大兩岸、小兩岸關係之下，從這個點我們可以去衍生出來，而它也映照了非洲本地它也有它的自己的歷史脈絡，它如何去面對這樣的衝擊。最後啊，印度洋其實是真切實的世界之洋，因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洋其實是印度洋，因為它就是在整個世界島這個包圍之下。那最近發生了很多大事情，不就是繞着印度洋？你像幾個關鍵的水道是吧？像這個蘇伊士運河和霍爾木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最近已經是對吧？在所有人都知道是原因了。但是呢，這2條水道帶來的其實就是印度洋貿易，而印度洋的貿易是自古以來的，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其實這也反映了我們一直在跟大家聊的舊大陸的一個復甦嘛。那另外就是馬六甲海峽，然後再到南海。那南海最近熱鬧了，對不對？這個巴里嘎電啊，肩並肩啊，美日菲對上的是不請自來觀察員哦，船還比你多。所以今天我們就從這樣的一個圖譜哦來聊一聊啊，包含這個台灣的所謂的一些大陸叫涉外事務嘛，還有呢從這裡角度所去展開來的大國博弈，北京在這裡扮演的角色，還有非洲54.1國跟大陸來所有的這樣的一個單方面臨關稅是什麼樣的意涵？但這一切的一切，我們得先回到最初的起點。我們來請周勇來跟大家講一下他所認識的斯威士蘭，而你為什麼會跟這裡的共產黨會有關係啊？是的，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加入一個偏左翼的政黨，然後我也長期的在大陸念書，我的本科跟碩士背景都在北京，所以呢有接觸到一些當地的，其實也不是直接的認識到斯瓦濟蘭的學生，而是來自南非
的。那當我們在講斯瓦基蘭的時候，絕對不能夠跟南非分開，這兩個國家的命運幾乎是共同體的，經濟上面也是，政治上面也是，社會上面的變遷也是。尤其呢，我可以說有一些斯瓦基蘭的共產黨，他常常會自己嘲笑自己就是這個班圖斯坦。那所謂的班圖斯坦是什麼呢？班圖斯坦是過去南非在執行種族隔離的時候設立的國中小國，要把這些黑人全部趕到這個區域去，然後你們自己獨立算了，你就不是我南非人了，南非議會的這個公民權你也沒有了，但是你的酋長呢，我可以指定，是這樣的一個東西。那為什麼會這麼想呢？因為斯瓦基蘭它畢竟它是個內陸國，它要發展，它要經濟，它要財政的來源都必須經過南非這一條通道。所以我是從南非的一些左翼人士慢慢的認識到這個斯瓦基蘭相關的這個左翼人士，然後我才知道這個國家它也有很強大的正在醞釀起來的一個反王權爭民主的這個運動。主要我對他們的認識的源泉來自於此。那我們想進一步來了解到說，因為它長期作為台灣碩果僅存的非洲的一個邦交的一個部分啊，那當然這所謂的邦交能夠使上多少力氣，我們是存疑的，但它確實還是給民進黨這執政的10年有一點點臉面跟顏面，也就是說，在非洲這個世界第2大的陸塊、人口第2大的州，它依然有一種存在感。雖然民進黨確實很想開山拓地啦，所以呢去找了更邊緣索馬利蘭這樣的一個狀況，可是這個國家他所面臨的狀況，為什麼他會願意54人家53都跑，就他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他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的所謂的共運在這邊？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在我們的理解裡面，這是全世界上最不發展國家。這個國家一年就2個大的慶典，一個是所謂的雙慶，就是國王的登基加上國王的生日，另外一個就是國王選妃。就我們知道外界的訊息就是如此。那這個選妃每年是最大頭的，一定要選上處女，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方呢，艾滋病太嚴重了，盛行率呢從25%到40%都有人估計啊。為什麼沒有確切數字呢？因為真的是也估計不了啊，鄉下更亂。那這裡為什麼選妃這麼重要呢？因為被選妃飛上枝頭當鳳凰。那縱使你是數百王妃之一啊，但是不管怎樣，總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那剛剛台灣又援建了一個國際會議中心，那看起來富麗堂皇，他又要這個要幹什麼呢？除了國王個人面子工程，難道有其他的作用嗎？所以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好奇，其實也來自於說，在世界最邊緣的一隅啊，其實有很強大的世界的力量在攪動，而它很多事情是南非這裡打不了的，它就映射到斯威士蘭、史瓦帝尼的身上，是這個樣子嗎？對，基本上如果要講說為什麼台灣在這個小國裡頭牽涉到兩岸，甚至是整個全世界的一個外交政治上面的一個漩渦，我們可以從它的經濟開始說起。首先呢，我們知道美國它對非洲它有一個援助計劃，所以它有一個類似配額的這個零關稅的政策，相當於一個援助計劃。那台灣呢就有很多的，尤其是紡織廠，它到史瓦濟蘭去設廠去僱員。它的僱員可以佔到勞動力的相當高的比例，大概有幾萬人。那你也知道，這個國家也就100-200萬人出頭不到，它能夠僱傭到數萬人之多。然後呢，它的關於紡織的出口可以佔到這個國家的總出口的10%。那當然，其他的工業品出口是食品啊等等的。那所有工業化國家一開始都是食品工藝起家，再來就是紡織。那現在呢，史瓦濟蘭它是一個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非洲的紡織工業體，這個部門，這個紡織產業有將近甚至超過1半的企業其實是台資企業。那你就可以想見，這個台資它對於史瓦濟蘭它的這個經濟，甚至是這個王室的財政，因為它出口進口它有一個關稅，對於王室財政的這個支持有多大？那更不用說台灣方面常常有一些軍警的訓練啊、文教的訓練啊，這一部分呢也都是某種程度上的資金的提供，所以可以想見，台灣對於史瓦濟蘭它的經濟上的我們說滲透也好，說控制也好，說影響也好，是多麼的深。那在此之上呢，我又要往前去追溯到說，史瓦濟蘭呢，過去它是跟英國一起結盟，先打祖魯，再打布爾。我們知道有2次布爾戰爭，還有1次祖魯戰爭。因為這個關係，它成為獨立的保護國，它不是屬於南非聯邦之一，它是獨立的這個英國的殖
殖民地。所以說，在他第2任總督上的時候呢，他就下令整個國家、整個斯瓦季蘭2/3的土地歸給英王，然後呢，由英王再分撥給這個其他公司啊什麼的，總之是歐洲人佔據，剩下1/3才是斯瓦季蘭的保留地。那在1968年斯瓦季蘭正式獨立之後，英國呢就採取一個我建國王前，也就是現在的姆斯巴蒂3世他的爸爸，他是獨立那個時候的國王，他就跟英國借貸款，然後去贖買回來這些土地。贖買結果是什麼樣呢？就是整個國家大約60%的土地屬於王室，然後王室再拿這些土地分給酋長，讓他去在自己領地內去分配使用權。那剩下40%還是由白人他的大商業集團所佔據，礦山啊、森林啊這些地方啊，由白人公司他繼續持有。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國王他這個土地，他在釋放給台資企業的過程中，中間有多少 commission 啊，你也可以想象的出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個其實呢，台灣透過史瓦濟蘭，它一方面享受了美國部分零關稅的資源，一方面呢又強綁定了這個國王，尤其是這個獨裁國王身上。因此呢，這個獨裁國王就知道他不能割捨掉台灣，一旦割捨掉了，整個這個他的財政體系可能會有相當大一部分的衝擊。當然，我也不會說台灣就完全控制史瓦濟蘭這麼誇張，當然不會。但是哪怕有1成，你如果開廠就知道呢，你營收少1成，那你這個公司要裁多少人？所以說，這個國王他很難割捨掉台灣，他的其中一個原因就在這裡。所以他其實不是單純的就是獨裁者，所以他來決定該怎麼做啊。這裡也要了解到說，史瓦蒂尼、史瓦濟蘭或者斯威士蘭，今天就因為大家的這個用法不太一樣，其實也體現了對這個國家有不同的一個角度跟觀點啊。等一下也可以讓周老師來分享一下為什麼他堅持用史瓦濟蘭。當然我用史瓦蒂尼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翻譯是用這個啊，還有他改名之後。那回過頭來我就講一個是很簡單的，所以大家自己在3個名詞自己在腦內切換一下啊。簡單來說呢，我們以前都覺得這個國家不就是個君主獨裁，而且它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從部落然後就強行因為英國的保護國拉上來。其實老實講啊，這樣的例子是太多了，包括剛剛退出 OPEC 退群的阿聯酋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不就也是這個例子嗎？整個海灣地區，海灣地區這個制度最先進的是伊朗，除了伊朗之外，整個海灣地區都是這樣的情況，所以這太有意思了。那這就是我們以為的這狀況。所以如果從這角度來分析的話，其實史瓦蒂尼他今天留在跟台北之間建立這個外交關係，其實跟整個全球大博弈，它依然是這個其中的一個環節之一啊。小哥，我覺得是這樣的，而且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周勇剛才跟我們分享了一下，就是說這個斯威士蘭和台灣它之間有各種各樣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呢，我們這邊呢，我們想來聊一下，就是為什麼是斯威士蘭？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在這裡。首先，斯威士蘭應該是整個非洲大陸上主權國家裡面少有的，還有和台灣地區保持這種外交關係的 Only one。對 ，Only one。因為索馬里蘭它是不被國際承認的嘛，所以斯威士蘭就變成了這個 Only one。然後呢，斯威士蘭還有一個特點，它是非洲大陸上連非洲啊這個配置很獨特的這樣一個大區裡面都少有的叫君主專制國家，而且呢是帶有部落性質的君主專制國家，甚至都不是我們所想象的，比如說歐洲那邊，對吧？當年太陽王說政績國家，或者說在中國這邊奉天承運皇帝，或者說是這個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樣的君主專制，不是的，它是更加前現代一點，它叫做部落性質的君主專制國家，它是這樣的一個國家。然後呢，台灣在今天這樣一個我們說國際環境快速變化的這樣的一個時代，突然賴清德老師賴老師突然決定要去那邊轉一圈，給人的感覺好像有點病急亂投醫，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我以前看過一個，就是台灣在斯威士蘭，它的那個首都就相當於我們大陸叫做你台灣驻當地的那個辦事機構嘛。這個辦事機構修得很像一座廟，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上網去查一下。因為大陸人小的時候看過那個叫《大鬧天宮》這個動畫片，就是上海美術廠的那個動畫片，孫悟空和二郎神鬥法的時候，不是72變大戰嘛？他有一次變成了一座廟，然後呢，我當時一看我就好像孫
孫悟空變那座廟啊，這類似於這個樣子。然後呢，在這個台灣駐當地的這個辦事機構，它的後面就是斯威士蘭的中央銀行。所以我們不說它到底有多獨特，但是它的情況一定是非常獨特的。因為一般在這些微型國家或小型國家或者落後國家，其實美國或者他們的殖民宗主國所處的那個位置是最好的。比如我以前去波黑旅遊的时候，在那个薩拉熱窩，它的那個國家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國家紀念館等等等等，它的正對面就是一塊幅員遼闊，真的是幅員遼闊，太大了，跟一個軍營一樣，幅員遼闊的一個美國大使館。就是這個美國大使館比他們什麼國家博物館、圖書館什麼加起來還要大，而且它是外面拉上那種像軍隊一樣的圍欄一樣的。所以一般來說，中小型國家它可能最好的位置是給美國的。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到中央銀行在一個國家裡面是什麼樣的位置，而中央銀行的旁邊就是台灣的辦事機構。那好，我們就可以知道了，對於斯威士蘭這個國家來說，就好像剛才周勇你說的，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關鍵點就點到了，國王有很多的土地，然後呢，很多的土地的支配權或者使用權是由國王來決定的，而這上面有很多的廠，台資在裡面有非常大的一個分量。大家可以這樣想啊，就是不管是對這個北京來說，還是對華盛頓來說，我們如果和斯威士蘭產生了關係，那麼只不過是一個非常正常的微型主權國家和一個超大型強國，世界超大型強國產生了聯繫。但是你並不重要，對於北京也好，對於華盛頓也好，比如說對於北京可能它的重要程度會更高一些。如果說我們說未來某一天啊，如果一旦這個外交關係發生了一個轉變的話，那麼對於北京可能會相對重要。但是這個重要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兩岸關係的存在。那麼但是對於一個正常的，假設我們今天不談有兩岸關係，只是談一個非常正常的兩國關係的話，那麼對於華盛頓和斯威士蘭，或者說對於一個不存在兩岸關係的北京和斯威士蘭，它的情況就是我有很多邦交國，我有很多的正常的外交關係的國家，而你斯威士蘭只是其中一個非常非常微小的一個，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這邊的話，我就需要順帶補充一下，就是我們剛剛說斯瓦季蘭它這麼一個微小國家，它為什麼會可能對於北京來講，它是一個可能微不足道的存在？那可能對於台灣來講，台灣可能會因為是碩果僅存的，所以會把它當成寶貝。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其實斯威士蘭不管從政治上還是社會上，它其實跟南非是命運與共的。所以其實呢，斯威士蘭、斯瓦季蘭它發生了什麼事，其實很多時候是因應着南非內部的變遷。我們知道斯瓦季蘭它的獨立年份是1968年啊，就是現任國王姆斯巴蒂3世他爸爸的那個時候就獨立出來的。但是獨立沒有多久，就1973年，他的爸爸索布扎2世就把這個憲法給廢除，議會給廢除，然後完全的實行他的君主專制。那麼在這個過程之中，剛好南非在幹什麼？南非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南非國家黨，也有人翻譯叫南非國民黨。他在推什麼？他在開始推種族隔離政策。國民黨在推白色恐怖啊！今天這集怎麼就跟共產黨又國民黨到底想怎樣？National Party 嘛。南非國民黨在推白色恐怖啊！他這個白色還很純哦，真的是膚色的白色嗎？因為他那個國民黨其實是布爾人為主體的，雖然他叫阿非利加人，他當時的語境阿非利加人就是指布爾人後代，以他為主體，他開始推種族隔離制度。那就是因為南非在推種族隔離，當時呢，英國其實也想說，那你們乾脆南非合併算了。當時的這個索布扎2世就說不行，絕對不行，因為知道你要搞種族隔離，所以他堅決要獨立。那在1968年那個時候呢，當時其實呢，能夠爭取獨立的國家不多。這個斯瓦季蘭它是受到英國保護獨立出來，然後某種程度上有點像過去那種法國呀、這個西班牙前殖民者，他點出一個人君當國王、當領導人，然後呢實行這個軍事獨裁體制，有點像非洲其他模式。因此呢，他從建國一開始就跟台灣就有外交關係。那麼在當時呢，就已經建立起相關的這個經濟的互助。那你知道，他就是一個小國，200萬人，他越
越吃下蔣介石給的經濟援助，他就越吐不出來，他就越無法割捨。尤其他又是一個仰賴南非作為出口通道的一個國家，而他當時呢，這個出口通道所處的那個南非啊，又是一個白人國家，而當時南非也跟蔣介石政權有邦交關係。我想歷史哥應該還記得這個台灣一次很重大的綁架案，陳進興綁架案，他的最後一票綁的就是南非駐台灣武官全家。當時的進去裡面負責這個案子的刑事局的長官就叫侯友宜。進去談判的人一開始不准侯友宜進去，先是謝長廷進去，然後謝長廷就因為這個樣子，後來當了陳進興的辯護律師。然後呢，這個事情多年之後，侯友宜呢在選大選的時候還被拿出來攻擊，說侯友宜呢接收了謝長廷的功勞。但是侯友宜當時進去的時候，他是不穿防彈背心啊，還是兩個人这個有點赤條條的就進去了。所以這個台灣這個政壇很小啊，這個攪了一圈了，就又回到了。然後謝長廷還特別從日本跨海來罵侯友宜啊，所以這個太有意思了，都是熟人。哎，對，又是熟面孔啊，這怎麼種種不脫，倒倒宇宙啊？所以這個南非武官事件當時鬧得非常大，因為這個陳進興他劫持的是誰呢？是台灣知名影星啊，白冰冰的這個女兒叫白小燕。那白小燕當時只是個高中生，然後結果被這個陳進興為首的犯罪集團綁架之後，強姦又撕票啊，這個事情在當時鬧得非常非常的嚴重啊，而這也讓這個白冰冰從此變成堅定的反對民進黨的鬥士，時至今日，然後也是一個堅定的死刑維護者。所以這個狀況就是這樣。但是南非會跟台灣有非常密切的一個關係，其實有很大的一個時空背景的環境。除了南非國民黨跟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啊有這個千絲萬縷的關係之外啊，其實就是在那個整個大冷戰的環境背景之下，都是美國陣營。沒錯。所以周老師你講到的這個關鍵，其實也是史瓦帝尼為什麼離不開台灣的一個關鍵吧？對，我再補充，我把剛才講完，就是說我們從今天的這個版圖結構來講，我們不說歷史，剛才周勇已經補充了歷史，我說今天的這個政治結構上面來講，對於斯威士蘭來說，如果說他和北京在一起，那麼他只是北京一系列的外交關係中，他會自己認為，哎，我好像排不到前面，但是呢，我如果炒作兩岸問題，並且呢，我又是台北的 list 裡面的議員，那麼我一定是座上賓，而且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議員。這兩個可以得到的進行交換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然後第二就是台灣的經濟輸送，對於斯威士蘭來說，這是有歷史淵源的，就好像剛才周勇還有那個歷史哥你們談到的，他的很多的利益輸送是直接輸送到王室裡面的，它並不是針對國家進行輸送，它是直接輸送到王室裡面的。然後呢，王室拿到這些利益之後，他來決定怎麼分配。所以從王室的角度來講，他和台灣建立了這樣的聯繫之後，是在台他自己的合法性，在台他在國內的合法性。因為我不管怎麼發錢，因為老百姓不會理解到就是說這是千里之外的人送來的經濟，不是的，他会只能理解到啊，國王又發錢了，他只能理解到這一個層次。那麼國王用這些錢做什麼？比如說蓋很好的學校，修很漂亮的街道，修很漂亮的建築物。因為我們不得不說，就是我們先把政治放在一邊，從技術層面上面來說，斯威士蘭是今天非洲大陸上少有的政府行政效率比較好的國家之一，這個我們是必須要承認的。因為這個國家首先它夠小，第二它夠專制。因為我們一直在談論嘛，德摩克拉西的問題，就是對於很多小國來說，德摩克拉西是一個非常昂貴的遊戲。它的昂貴在於裡面會涉及到的利益集團太多了。其實我說這個話的時候，台灣島上的這兩位朋友肯定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就是你只要一旦涉及到選舉，老天爺啊，一堆人可以出來要錢，你還沒有當選呢，你已經許諾出了一堆錢。所以說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非常昂貴的遊戲。但是對於非洲這個地方，本來兜裡面就沒錢，那兜裡比臉都乾淨，所以他沒有辦法。好多的非洲國家，你發展好不容易啊，那5年或者4年把財政啊給整理清楚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呢給列到了 IMF 的那個重債窮國裡面，好不容易呢搞了幾個項目過來，哎，要選舉了，一選舉各個部落開始運動，然後各個境外勢力開始運動，我準備打內戰，然後呢之前那5年的積累啪沒有了。
了。反觀到斯威士蘭，它的行政效率還蠻高的。雖然說這個國王啊，就是非常非常腐敗，但是呢，你從大家的思想上面來講，他又是一個專制君主。從專制君主上面來講呢，這政績國家好像這個錢是他的，大家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大問題。你就把這裡面很多的叫做思想成本啊給解決掉了。我們這個話雖然說啊，從這個左翼的思想上面來說，它不太好聽，但是呢，從技術層面上面來講，斯威士蘭呢，它又可以把這套敘事給玩下去。就是我只要繼續保持和台灣這樣的關係，然後呢，你會發現其實大家拿它沒有什麼辦法，因為就好像周勇剛才說的，斯威士蘭其實是只需要關注2個外交關係，甚至它只需要關注3個外交關係。我們說，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南非，南非是3面包圍它；第2個關係就是它的東邊莫桑比克，然後呢，第3個可能就是炒作這個兩岸問題。它其實只需要關注這3個就夠了，因為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你問他斯威士蘭或者斯瓦蒂尼，你說你聽說過嗎？他說啊。Swaziland 是不是瑞士啊？我跟你說，10之8九，你把這個單詞拿出去，很多人說，哎，這是不是瑞士啊？瑞士、瑞典怎麼的，這都長得很像。因為瑞士是那個Switzerland 嘛，所以很多人壓根不知道它。所以他只需要他在進行這樣的微操的時候，他反而更從容，因為其實沒有什麼人能威脅到他。而現在這裡面就出現了一個事情，就是你剛才不是說嘛，我室友在那個2021年的時候做過一次斯威士蘭，因為斯威士蘭2021年的時候出了一次問題。而那個問題呢，就直接跟這個斯威士蘭共產黨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這塊我是很想聽那個周勇老師給我們介紹一下，因為你跟他們是有聯繫或者有所了解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希望你說一下這個斯威士蘭共產黨它這些年的一個發展。然後呢，其實我有幾個問題，第一就是斯威士蘭共產黨它的一個精神或者它的一個宗旨，它的目標是什麼？第二就是斯威士蘭是一個君主專制國家，它又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彈丸之國，你在這裡面啊，就是我們一般大陸人想到這個共產黨或者說左翼運動的時候，我們一般會想到2點，第一個是根據地，第2個呢是這個游擊戰。但是這個地方實在太小了，很顯然這個東西好像不太適合他們做。那他們的活動一般是什麼？或者說他們在哪裡活動？他們為什麼沒有被斯威士蘭的這樣一個專制君主給解決掉？然後呢，他們這一次又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在这個賴清德想要竄訪斯威士蘭的這個過程中，然後最終被取消，他們又在這裡面進行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我覺得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來介紹一下？首先呢，我要先糾正一下蕭哥哈，台灣的官方不把史瓦濟蘭當作獨裁君主制，我們叫它王權民主。偉大的中文發明，這是其餘人和長毛象之後又一個偉大的中文發明。而且這個詞那一天周勇在給我介紹這詞的時候，我這邊驚呆了，因為大家如果稍懂英文字首字根就知道 mono 跟 demo 擺在一起，這是何等的對衝，這味太臭了。但他竟然可以把這個 mono 跟 demo 放在一起，我真的是我的頭都暈了，這個都轉了好半天，一時就是氣過不來哈。但是後來我過來了，為什麼？因為不是哦，不是哦，不是這樣子的哦，哎啊，不可以哦，哎，我理解了，我理解了，瞬間我頓悟了。約等於啊，這是一個黑色的白色。再來就是說，剛剛蕭哥說的很對，由於它地廣人稀，人口少，然後呢又是部落盟邦，說實在，它是某種實際上的部落盟邦制度啊，只是他的國王呢，他過去征服了這些部落盟邦，他成為一個頭，所以他的管理形式很簡單，他就是打點好這些部落盟邦，給他們分配土地、分配錢，然後呢能夠把出口搞好，這個國家就勉強不會亂了，畢竟人也不多，餵飽就好。但是呢，在工業化的過程當中，絕大多數的人他是享受不到這一些所謂的產業提升的優惠的。我剛剛說的就是說，國王跟這些酋長 handle 了60%的土地，剩下4%呢是外資企業。那這個60%呢，雖然說他會透過由這個酋長來去分配使用權，但是你天曉得他是不是真的分配了？再來呢，就是說，當很多台資企業進到史瓦濟蘭啊，這些工廠、紡織廠，他們的待遇條件其實某種程度上是相當差的。我這邊可以舉很多例子，他的女工大概呢就是薪資也就$100，然後呢，他的宿舍管理條件其實是蠻差的。那這些勞動待遇，其實台灣本島也在發生，每天都在發生。我們對待東南亞的那些移工，其實也是很熱烈，所以才會有之前美國說那個腳踏車公司 Giant 那個
捷安特巨大公司，他在做人口買賣，他在做强迫勞動，就是因為他給台灣內部的這些移工，他的條件就很差。那你可以想見，他去斯威士蘭的時候，他的條件能好嗎？再來，我之前看那個 Diplomat 的這個雜誌，外交家雜誌，他就有講到說，很多的台灣對斯威士蘭的輔助項目，那些專員啊，是覺得我是施捨你，覺得理應到要感謝我這樣的一個心態，然後呢，又常常的不准人家吃飯啊，不聽人家意見啊，然後強迫人家中午要上工等等的很多這種情況，導致的其實平民百姓他對於這個台資企業他是有反感的，畢竟土地它是一種生產資料，對於王室他這樣的分配方式，他也是不滿的。再加上王室呢，從1973年開始解散議會，斯威士蘭就沒有一個像樣的民意機構，連諮詢都做不到。所以在這個現在的這個姆斯巴蒂3世他爸爸這個索布扎2世去世的時候，大概1983年那段時間因為政權交替，所以呢，這種王室諮詢會跟國王跟王太後之間，它有一個很漫長的鬥爭，影響到了社會。因此1983年有一個組織成立了，叫做人民聯合民主運動 People 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 我們簡稱為 PUDEMO。它是一個有點在效仿南非的那種非國大運動，它只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尋求民主、反對王權，然後呢追求土地正義，但土地正義是次要的，主要還是反王權、追求民主的這個口號興起起來。然後呢，它跌跌撞撞、迭代發展的漫長的時間，由於這個史瓦濟蘭它的這個經濟一直都是差不多在這個紡織業這邊抵擋，然後在2020年代的時候，因為疫情的關係，它的出口受阻，其實它的出口是有很嚴重的挫折，導致民生進一步的凋敝下去。而那個時候，姆斯巴蒂這個王室呢，他又開始非常揮霍的舉辦自己的生日啊，然後建造王宮啊，導致民怨沸騰。因此，在2021年的時候發生了，就是有點類似當時的阿拉伯之春，因為一場交通事故打死一位青年，導致着這個不滿情緒、抗議風潮越演越烈，形成了整個全國性的反王權運動。當時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是很團結的在抗議，但是呢，感覺好像聲勢很浩大了，大家對路線開始就產生分歧了。我們都知道左派無限可分嘛，路線開始分歧了，因此呢，就在矛盾之中呢，他就被王室給鎮壓下去。而當時有一些人的傳聞是說，有一些外籍僱傭兵受到王室的聘僱，尤其是來自南非白人的僱傭兵聘僱下來，當街射殺抗議群眾，然後使用台灣捐助的直升機射殺群眾。當時是有這個傳聞，是他們說的我不難證實，因為畢竟這個東西是 PUDEMO 他們自己的一個青年部，他的聲明稿裡頭是這麼寫的。那在這一場風暴之後，也就是差不多這段時間，2021年這個時候，眼見着抗議運動被強行鎮壓下去，再加上大家發現到說，反王權要民主這個口號，就如蕭哥所講的，它可能過於寬泛，它也可能是某種甜蜜的負擔，對於某些老百姓而言，他們也不一定是這麼追求的。因此，追求土地改革，追求包括說外資某一些重要礦場收歸國營的這樣的一個訴求產生出來，於是就誕生出了這個史瓦濟蘭共產黨。那同一時間也有一個類似的政黨，我們簡稱為 EFF 啦，叫做經濟自由鬥士，它又更極端一點，它就是更武裝一點。史瓦濟蘭共產黨它本身學生氣比較重，為什麼呢？因為它的很多創始人，他其實是知識分子，他是去南非讀書，然後見識到了南非的這個種族矛盾到今天的這個遺緒。因為我們知道曼德拉他終於在1994年推動南非完全民主化之後，雖然政治上面這個黑人跟白人他享有同等的權利，但是經濟上面、土地上面，白人他還是壟斷的啊，礦山還是白人的資本家的。當時那些布爾人，他的產權沒有被沒收，土地還是他們的，沒有被沒收。他們看到這樣的矛盾，他們覺得史瓦濟蘭他們也在由於王室的存在，也面臨到這樣的矛盾。這個我幫周勇補充一句，就是說非國大它的最典型的一個問題，就是它南非的1994年並不是一場革命的勝利，而是非國大把自己擠進了原來的南非的統治集團，但是結構沒有變。然後雖然
然現在可能政治上面南非大量的黑人進到政治圈，那中間是有很多原因包括說曼德拉他採取的一些作為，產生了一些白人透過贖買黑人新貴的方式讓他們成為一個新的聯盟等等的情況。所以說現在呢，南非的一些對於索取土地正義、經濟正義的訴求愈發激進，因此出現了當時有一個土地類似的改革法案說南非政府有權在基於維護公共正義的情況底下，以一個政府認為公理的價格徵收白人土地的這麼一個政策這個政策出來之後被馬斯克批評，馬斯克說南非在搞對白人的種族清洗，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大地主的後代當然要批評這個東西，這個思想就自然的影響到史瓦濟蘭，然後史瓦濟蘭他自己的土地也是類似這種集中的情況，然後王室又跟資本家他一起在剝削紡織女工這樣的一個情況，他就結合到一起，所以現在呢也是某種程度上越滾越大，但是因為他們還是不脫一個學生氣，然後呢由於很多的領導人現在也被通緝，那他可能長期比較活动的是在南非裡頭也有一些斯瓦蒂民族的聚居區的省份，所以他們可能在那邊活動，其實他們也会從事一些經濟活動搞錢，那他們從事的經濟活動據說就有一部分是跟大陸的一些食品廠商有合作，但是呢這樣的情況呢慢慢的既然它是作為意識形態作为運動它越滾越短，其實慢慢的它已經開始滲入到既有統治階級裡面，有一些酋長的親屬他自己都加入自己都信奉這個，所以呢我們可以想見在未來整個史瓦濟蘭它在整個這個追尋土地正義追尋經濟正義的這個呼籲之下，它會越來越壯大，畢竟現實矛盾就是這樣子，而且南非的矛盾也在激化，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激勵情況下，他們還會進一步發展下去。所以你剛才的意思是說，現在在斯威士蘭的統治階級裡面，其實也有一些人被這種左翼的精神感召，已經開始覺醒了，是嗎？對對對，我知道了，情況是這樣。好的好的好的，哎，那我們既然這一次是因為賴桑想要竄訪斯威士蘭嘛，然後這個事件才突然甚囂塵上，對吧？然後這個世界結構裡面邊緣加邊緣加邊緣的這個小國突然就冒出來了。那我想就是歷史哥，你能不能給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就是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圖景啊？作為一個大陸人啊，因為我們也不是這個政府的人士，所以說我確實是有這麼幾點。第一個疑問就是從台灣的角度來講，目前台灣的所謂的我說邦交國，我們說難聽一點，除了梵蒂岡以外，基本上都是邊緣加邊緣加邊緣的國家。然後呢，第二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靠撒錢維護的這種關係，並不是一個真正健康的雙邊關係。那麼為什麼要保留？就是你不保留又能怎麼樣？你保留和不保留其實並不太改變今天就是台海兩岸的這種實際情況，對吧？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一次為什麼是突然出現這個新聞，說要竄訪斯威士蘭？就是我們從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或者成熟的政客的角度來看，就是你做事應該是有章可循的，對不對？說白了，我說難聽點，你這個和平十講還沒講完呢，怎麼突然又竄訪了？你怎麼不把十講給講完呢？對不對？搞不好他要去史瓦帝尼發布第5講、第6講 ，Not 1, Not 2, Not 3, Not 4, Not 5, Not 6, Not 7。然後呢，第三個問題就是，那這一次他突然要竄訪斯威士蘭這個事情，在台灣他有一個什麼樣的反響或者什麼樣的反應？大家各界是怎麼樣討論這件事情？就是他去之前大家怎麼討論？他去不成了，大家又開始怎麼討論？黨外怎麼討論？那麼更關鍵的是，黨內是否有一些人也產生了一些非議？就是你總是幹這些丟臉的事情，就是幹什麼有？我說難聽點啊，就是假設我今天我們把這個政治立場拋開，我就假設我今天啊，我是一個綠營裡面的一個可能是一個派系的一個小頭目，然後呢，我看到這個賴清德，我就會覺得，哎呦，這兄弟啊，上來你看啊，立法院你也沒有拿到，大罷免你也搞不成，這核電嘛，我們的神主牌又返回的返，然後呢，這個我們的這個護國神山，這個台積電，你說給特朗普就給特朗普，人家都沒有刀架到你脖子上，你就給特朗普了。然後呢，現在是和平十講嘛，你這一半你都沒講到，你要出訪嗎？要出訪你又出不去。我說你這給人家感覺你幹啥不成。所以我現在我也很納悶，我說這個賴桑怎麼他在黨內現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所以我覺得你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我覺得我們要從一個縱向脈絡來看呢，就是說台灣的這個外交困境，我們扣除兩蔣時代開始依序做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賴清德嘛。那李登輝時代其實繼承的是蔣經國時期所謂務實外交，那個時代剛好是台灣在經濟起飛之後經濟的個高速積累期，所以
以那個時候去發展所謂的邦交國，其實是有它的一個利益、這個意義的所在。因為當時的大陸還不夠強大，所以跟大陸在國際的輿論場上進行鬥爭跟拼搏。那這個對於當時這個李登輝，因為李登輝畢竟在那個時候他還是作為國民黨主席，作為國民黨的最高統治者，那個時候還在爭這個所謂道統和正朔。沒錯沒錯，因為我們不能用後來的李登輝變成台獨來看當時，雖然他已經具有顯著台獨傾向，但是他依然還在演那個戲嘛，就是還是演的一個像。所以李登輝時期你會發現很有意思，他上台的時候是22個邦交國，但是到他下台的時候是29個邦交國，甚至還增加了，就代表說當時台灣的實力確實在上升，而這也充分反映了這個李登輝上台之後，事實上就是遇到了所謂美國一超多強的時代，就美國對大陸還沒完全信任，那所以呢，大陸的實力也還沒起來，就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去具體呈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整個這個台灣的一個外交的对外關係、涉外事務上，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國際大環境、大氣候的一個影響。當然，這也沒有撇除說兩岸之間的這個實力的此消彼長。所以到了陳水扁時期的時候，台灣的實力顯然開始漸漸的被大陸所追上，甚至逐步的在超車過程。陳水扁時代呢，台灣其實是在消耗這個余韻。所以當時陳水扁的做法，一方面他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又想走出所謂的台獨嘛，他從所謂四不一沒有到所謂的一邊一國這樣的一個做法，所以這樣的一個外交關係的消耗就很巨大。很多國家他也不想捲入你這樣的一個問題，還有這個此消彼長的過程，所以就從29國到23國，然後當時打出的名號叫做烽火外交。不過這個烽火外交這次也拿來惡心賴賞啊。這個陳水扁說，我都能成了，對不對？陳水扁兒子更過分，叫陳致中啊，他說那你往另外一邊飛啊，飛這邊飛不過，那3國擋你，你往另外一邊飛嘛這搞得這個賴賞啊，我覺得他還是挺無語的被阿扁跟父子拿來修理啊。到了馬英九時代呢，這個兩岸關係徹底的冰消融釋嘛，因為前面先有2005年當時這個連戰，還有鄭麗文主席當時所謂這個國共第3次和解林爺爺您回來了接續的到馬英九時期就繼承了這樣的一個兩岸的紅利，所以就進入了外交休兵期。這個時期只有從23變22，但有趣的是，那一個國家叫做神之國甘比亞，大陸叫岡比亞，他的總統叫賈尼，他要帶領數千精銳掃蕩大陸東南沿海，見神殺神，見佛殺佛，遇 PLA， 好讓你呢只剩一支 A， 你就動不起來了結果後來他說，台北再見，我要去找北京，但北京不理他因為當時外交休兵非常尷尬。這也見證了一個事情，國際大環境的變動不因為兩岸的休兵或者是兩岸的一個這個彼此關係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嘛。國際有它的大氣候，你的小氣候不完全去阻擋這個。到了蔡英文時期呢，這個所謂蔡英文說史上最會外交的領導人，與美關係史上最好，結論是什麼？結論是他的踏實外交從22國連掉10國，連10損剩下10國所以就是從22到12就跌破了2字頭。李登輝到蔡英文時期最好笑是蔡英文吹得最高，結果蔡英文掉得最慘。但是蔡英文畢竟會吹，而且呢，美國確實因為這個中美對抗的這個機遇，大家也知道，當時從18年川普1.0開始強推所謂的中美強對抗嘛，也就是我們所謂新冷戰的一個外交圍堵策略，天下為中，所以這個還不嚴重。但問題就出現在賴清德上來之後，賴清德上來之後呢，要主打死，你說這踏實外交繼續掉嗎？那沒辦法，所以他開始主打價值外交，所以叫民主合力。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偉大的這個賴清德辦公室的網站上面呢，要寫上王權是民主，沒錯因為這樣才有享有共同價值嘛。而且很好笑大家知道這一次賴賞飛不出去他發了一個新聞稿，然後呢他就提到共同價值，到底什麼共同價值呢？沒寫，自己都不好意思寫上民主自由，平常一定要寫個民主自由，惡心一下北京對吧？他這次寫都寫不出來。我看那個新聞稿是挺厲害的我覺得這新聞稿可能有受過烏克蘭國防部的訓練還是挺能寫的。那所以呢，現在這個12，但是打上一個星號，為什麼？因為有一個儼然要加1。其實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次賴賞引起軒然大波嘛。因為不管是這個我們尊敬的郭正亮亮哥，我個人的判斷呢，我認為他確實很有可能想要從史瓦蒂尼又飛去索馬里蘭，然後我認為是要宣布建交，因為以色列做了嘛，以色列在2025年12月的時候不是宣布建交嗎？成為索馬里蘭多年以來第一個聯合國主權國家的邦交國。這個事情引起非洲聯盟的大為震撼嘛。事情發展到4月的時候，非洲聯盟用了強烈譴責，非常憤怒，因為非洲有一個最基本的就是非洲的所有的這些國界線都是這些殖民者畫的嘛，畫的導致他不
按民族化。那索馬里蘭的問題之嚴重在於說，你還是民族裡面再獨立出來，哇，那還得了啊？民族之間搞獨立也就算了，對不對？這個你還獨立，所以這個問題很大。那導致我覺得這個裡面會引起這麼大的軒然大波。那這個包含所謂的摩里西斯，就是大陸的毛里求斯、塞西爾啊，大陸說塞舌爾，還有馬達加斯加這三國，雖然他們講的是因為一中，而且自始至終沒有同意，但我覺得還有一個底蘊在於說，非洲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嘛，他們不願意國界繼續變動嘛，這非洲的戰爭就打不完了，再這樣下去還得了？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狀況。那賴清德為什麼要做這個？因為你看他就可以宣布，蔡英文是扣10分吶、啊。我賴清德如果索馬里蘭宣布建交，我這個外交史上最大突破，你以為我只能見關島總督嗎？我告訴你，不要以為我到不了美國本土，我還多一個邦交國啊。至於說台灣索馬里蘭是個國家嗎？我跟你講，反正他的機器一開動，七鳥開心，這個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這個整個的脈絡是這個樣子。那回過頭來回答剛才蕭哥那個問題啊，做這一些外交工作對今天的台灣有什麼樣實質的意義呢？其實我們把這些邦交國做了一個所謂的劃分哦。總共12國，我們就先不要管索馬里蘭、大洋洲3國、馬紹爾群島、帛琉，大陸叫做帕勞，然後圖瓦魯這3個國家，圖瓦魯是太弱，帛琉跟馬紹爾群島都是實質上美國的附庸國嘛，這個事實上就是這樣嘛。但是就即便是附庸國，也有人跑了，比如說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這個也是美國附庸國，因為這些國家它的所謂的不管是外交或者是國防，都深受到美國的直接控制，都不要說間接控制，就美國人只是想不想控制而已。只是因為美國之前不太想花錢，所以有時候大使也不太派啊，要理不理的。但是因為現在大陸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以這種基建務實的方式去發展這樣的關係，所以衝得很快。再加上呢，原本的副警長澳洲啊，做一半人跑了啊 ，Deputy 不幹了啊，所以這個問題就比較大。所以美國現在才重新的把這邊列入一個重點，不然其實很可能當時帛琉就是帕勞都要跑了。這個是有這個消息的。那再來呢，非洲就是聖史瓦蒂尼，剛才我們已經聊了很多。那再來歐洲就梵蒂岡。那大家有沒有發現，還有一個地方的是什麼？是拉美。拉美地區呢，主要分2塊，一個是中美洲，一個是南美洲，還有一個加勒比海。中美洲呢是貝里斯，貝里斯啊，大陸叫伯利茲，這非常小的國家，人口很少啊。這主要的產業是什麼呢？就是挖瑪雅遺跡啊，這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多的產業，開玩笑的啦。這地方就是一個熱帶種植園嘛。那因為它是受英國殖民，所以它跟美國之間的關係就更加的綁定，在國家非常弱啊，人口很少啊。那再來呢，這個南美洲就是巴拉圭，這個大概是地表之上還有一塊看得到，而且相對大的一個國家。但巴拉圭比較特別，因為巴拉圭它就卡在整個南美洲的正中間嘛，但是也快跑。美國對巴拉圭的工作還是做的比較多的，因為巴拉圭它剛好卡在呢阿根廷跟巴西這2個重大的中美洲國家中間啊。還有一個就是台灣人去哪裡找，因為台灣人很會做這種邊境貿易嘛，他那有個東方市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台灣人啊，在那個地方。當然現在很多都走了。我以前有一個大學時候的這個歷史系的學弟啊，他就是東方市那邊回來的歸僑，他的這個西班牙話講的挺溜的啊。然後呢，他弟弟是西班牙話加葡萄牙話都能講，但是中文就挺爛的，那個文言文都看不懂，所以他讀得很痛苦。所以他的影響力還是比較大的啊。美國人做的比較多的功課，因為這個地方相當於是給你插一個心臟，相當於是南美地區的伊朗，你就這麼想就好了，就卡在這個正中間了。那另外就是加勒比海的一些很小的國家，比如說聖克里斯多福、吉尼維斯啊、聖露西亞啊、聖文森啊，還有一個被美國人都嫌棄的海地。但海地大家也知道，海地被譽為糞坑國家，對不對？那海地的貧窮呢，跟史瓦蒂尼還真有得比啊。不過海地搞不好比史瓦蒂尼還貧窮，說起來史瓦蒂尼還先進了點啊。所以斯威士蘭它至少是穩定的，財富是可以生產並且積累下來的。對，至少它的國民沒有吃土嘛。那個海地都已經真正意義上物理吃土了，所以這是整個。那這就回到你剛才說的問題，這些國家的功能是什麼？繞了一圈，除了梵蒂岡，但梵蒂岡也不是因為你能邦交，主要是因為主教任命權的問題跟大陸之間一直沒有辦法談妥嘛。倒不是因為你說 Holy See 他多想留在台北這邊，這個是2件事。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其實你會發現台灣的這個外交功能有實質的轉換。馬英九時期因為兩岸是外交休兵，這些邦交國對台灣在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因為也不會跟大陸強碰，其實挺管用的。因為在國際上很多扣除掉兩岸這個所謂意識形態或者是這樣立場對壘的時候，在一些相對民生啊、社會啊，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文化交流議題裡面，你是需要一些人幫你簽名，
民發生的嘛。那這個東西它實質作用，因為大陸不會阻擋你嘛，大陸甚至有一些跟大陸比較友善的國家，它可能基於區域關係或者是地緣關係，它還可以幫你加入就做一些討論的一些 member。所以這個是這樣。那蔡英文時期，其實因為兩岸關係的惡劣化，這些國家的功能就只剩下裝點門面跟消耗米糧，還有讓你的民進黨政權看起來好像在國際是活着的。我覺得這個過程它就是轉換，很明顯的這一次賴桑去史瓦蒂尼失敗，然後鄭主席到北京訪問的成功，就發現兩岸關係在現在這個情勢上，它已經已然成為台灣在所有對外地緣關係的上位關係，它就是跟對美關係是絕對並列的，就是這個樣子。當然，這個並列我不是說對等，而是在具體的地緣政治形勢上對台灣的影響是非常非常顯著。而這個背後當然來自於整個中國大陸的實力，還有整個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而去產生的具體影響啊。那剛才周勇想要補充的話是跟我們分享的。這個剛剛歷史哥呢，他講的是一個以我們很經典的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視野之下，我們做的解釋。那麼，因為我對於司共、對於這個南非相關的了解，我會想要給大家提供另外一種解釋。我們台灣從20多個縮減為10幾個這個過程之中，曾經有一幅上去，也有一些建立外交關係，也有一些又在破裂，比如說 Burkina Faso 比如說岡比亞，比如說這個洪都拉斯，反覆幾次。它的時空背景其實是發生在1990年代，就是整個國際共運衰退的情況下。我們知道台灣蔣介石政府到台灣之後，他所保留的邦交絕大多數都是什麼？都是剛從殖民母國解放出來，他還沒有經歷過革命，還沒有經歷過本土民族他的意識覺醒，以及其他的西方國家，他們當時也叫做自由同盟，也叫做什麼自由世界的友邦。但是呢，等到1960、1970這些民族覺醒開始發生了，這個鬥爭開始起來了，這個民族解放運動開始從阿拉伯、從非洲開始四處烽火的時候，就開始有一些新經歷過革命的國家，它倒向中國大陸。那有一些原因是因為它可能革命本身就是個社會主義革命，它可能武器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啊，所以說它理所應當的，一旦推翻了現政權呢，就跟大陸建立外交關係。那在1990年代蘇東瓦解之後，有一些國家它就發生了軍政府逆推這些革命政權，因為這些革命政權當時的敘事也是一個共產集權國家，比方說 Burkina Faso 啊，然後再包括像是這個貝寧啊，等等的地方，還有像是烏干達。然後烏干達後來 Mugabe 因為他的這個威權統治，採取這個巫毒教民族主義的這個統治，導致了他又被推翻，然後呢又發生了一些反覆。但是呢，有一些國家它反覆，它不一定就直接倒向台灣，但是有一些受到明確是那種受到外力介入，比方說 Burkina Faso 桑卡拉被孔波雷遇害之後，孔波雷就跟台灣建立邦交關係，那是在1990年代這個大背景之下。那當時同時也是因為整個國際共運的衰退，蘇東的瓦解，中國大陸它開始不在外交上面強調階級為綱鬥爭的這一段時期，然後再加上台灣呢，當時經濟也確實是強勢的時期，所以有一些國家反覆了倒到了台灣的這邊來。但是呢，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非洲的整個民族再解放運動又一次的興起起來了，包括說我剛講到那個 Burkina Faso， 他自己又發生了一次軍事政變，新的這個總統，他其實本身也是偏一點馬列，然後他是極端反法。我們知道在2005年吧，那個時候法國對西非海岸的干涉還是很重的，他們甚至還能夠發動守貓行動去轟炸 ISIS， 可見當時法國它的在西非它的這個經濟上面、政治上面的控制力多強，它甚至能夠遙控孔波雷發動政變，能夠影響孔波雷。那像這種反對新殖民主義的浪潮之下，尤其還有一個變量是什麼呢？肖伊古、格拉西莫夫、瓦格納軍事集團，他到了非洲，他去協助這些地方武裝去反对西方的干涉，所以呢，慢慢的又有一些國家開始跟台灣解除邦交。一個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前洪都拉斯的總統，當時那個女總統 Castro， 有一個傳聞就是說，當時她在從事民主運動，在抗議當時的這個專制政府的時候，好像她老公被抓被逮捕 ，Castro 她要去那個台灣尋求庇護，被台灣拒絕。當時有這一個消息出來，反正我也就把這個故事說出來，我不證偽他，我不負責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整個新的反新殖民浪潮之下，這些人他平時
他知道台灣跟我們以前的那個跟西方很要好的，跟西方沆瀣一氣的那個反對民主解放的這個領導人，他們是跟台灣是通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這些人他是怎麼看待台灣的。但是普丁有幾次聲明，他是直球的，就是說台灣他介入到這個斯瓦季蘭的政治啊，甚至台灣協助斯瓦季蘭的這個軍警憲特啊去培訓他們，有這樣的抗議出來。所以你知道，在整個浪潮之下，不論它是真是假，反正在這個浪潮之下，如果台灣還是持續的強調自己跟美國是站在一起的，是跟第一世界站在一起的，是正道世界的一等人，那麼你就知道這些國家會怎麼看待台灣。那大家知道，現在整個全世界的格局，包括美國它的醜態，它干涉全球的形態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張揚跋扈。那在其他的国家，第三世界國家 Global South 這些國家，他會怎麼去看待美國？那連帶的他會怎麼看待一天到晚跟在美國屁股後面摇旗吶喊的台灣？這個是我從一個可以說是國際共運的這麼一個視角切入去解釋這些事情。當然，歷史哥的這個冷酷的國際現實主義，其實呢，我本身內心也是很贊同的，因為現實大家都要吃飯，大家都要講究現實。但是我覺得人不可以沒有理想啊，我們還是要有一些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存在。所以說我會去關注這一塊。這事情荒謬的就是民進黨這一些老前輩們，不管是現在已經辭職的陳菊，還是呢這個之前選舉輸掉的陳時中，他們都是共產黨的粉絲啊。更精確的說，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粉絲啊。比如說陳菊的這個偶像就是毛澤東啊，這個陳時中的偶像是林彪啊，他自己寫在自傳裡面的。這個很搞笑的是，他們當時是以反對壓迫而產生的，對付國民黨。國民黨就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爪牙，在台灣壓迫台灣老百姓，對台灣民主要自覺。結果今天這所以有人說，這今天你變成這個美國壓迫史瓦蒂尼人民的爪牙。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啊，這個實在是太荒謬了，也是挺扯的。不過，但是我們把這個視角啊，慢慢的我們收攏回來啊。其實今天發生在史瓦蒂尼，發生在非洲，發生在這一場失敗的飛行，其實它背後還是有一個更大的一個框架跟背景，也就是現在整個世界的秩序正在加強重構啊。剛剛發生了一個大事嘛 ，OPEC Plus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阿聯酋宣布退出。其實這是一個世界秩序重整的一環，而這個世界秩序的重整，其實它具體的就是在反映現在整個這個世界局勢的一個動盪啊。所以接下來請蕭哥來跟大家說一下，你覺得這幾件事情，我們有一個引線跟暗線把它串聯在一起啊？我覺得是這樣的，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一個情況。我先說我們的這個大的國際形勢，國際形勢就是我們正熟悉的那個世界正在走向瓦解。可以說，我們不管是聊到中美關係、兩岸，還是現在的斯威士蘭和台北當局之間的關係，然後呢，亦或是說在這一次的事件中所出現的斯威士蘭共產黨也好，還有幾個國家反對開放領空給賴清德的專機來過境也好，我們可以看出這裡面有一條線，這條線是什麼？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這些所有的問題，其實是叫做雅爾塔體系和冷戰與後冷戰這一脈往下整一個的歷史脈絡的一個延續。不管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其實是歷史關係的一個延續。我們曾經是這個在冷戰中有關係，然後後面進入到了全球化時代。那麼兩岸關係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這一切的脈絡是在二戰前就已經埋下了這個伏筆，甚至我們不要說二戰前，甚至一戰以前就埋下了伏筆，因為當年的革命黨，他在這個辛亥革命之後，大家對於革命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發生了不同的見解，到了54，到了21年等等等等，再到後來發生了分野，那麼國共之間有合作有分歧，到最後我們变成了大陸這邊叫解放戰爭，對岸叫做國共內戰，然後呢再到今天的兩岸關係，其實這是一脈相承的一個關係到今天，而且現在呢兩岸關係裡面又被包裝進了這個中美關係，或者我們可以說是中美關係
系裡面包裝進了兩岸關係等等等等。然後我們再看到今天的非洲等等的這些國家，他們其實也都是一個冷戰和後冷戰敘事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因為一些非洲的抽象的人是冷戰時期存在的，那個時候你只要選擇反蘇，那麼你多抽象美國都會保你，小抽象我們就不說了，大抽象什麼刚果金的那個蒙博托，然後等等這些人，对吧？这大抽象就是你都很難想象，就這種水平的人怎麼也敢忝列其位，就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呢，在冷戰時期，他就是能存在，他只要跟這個 CIA 或者跟這個美國具體的這個關鍵人物保持了一個良好的關係，他就能夠把國家變成提款機。冷戰之後，歐美選擇放棄這些抽象人，那麼他們國內為了推翻這個抽象人所造成的和又埋下了各種各樣的衝突，不管是族群衝突、種族衝突、黨派衝突、制度衝突、理念衝突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這一切其實是叫做後冷戰這一脈一直過來的。而斯威士蘭其實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的一個小小的延續或者小小的一個反應，對吧？它其實還是在叫做在某種冷戰環境中的選邊站。你可以把兩岸關係今天我們所理解為它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一個冷戰狀態。那天那個 AJ 小外我們聊天的時候，他說：“哎呀，這是伊朗領導人做得太好了，以至於很多伊朗年輕人忘了我們其實是一直和這個西方還有以色列處於一種戰爭狀態。”然後我不是立刻打斷嗎？我跟歷史哥說。我說對啊，就是我們領導做得太好了，以至於兩岸的群眾都忘了，就是這個解放戰爭或者國共內戰，其實現在並沒有任何人簽署一個停戰協議，它只不過是不打了，並沒有說這個戰爭結束了。所以我就說，今天兩岸其實某種程度上它也存在一種類冷戰狀態，而斯威士蘭正是因為兩岸之間的這個類冷戰狀態，所以它可以通過選邊站來獲取它的利益。但是我們現在要看到一個情況，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正在崩塌。特朗普要拆掉這個世界，他拆掉這個世界有兩個原因，第一個，中國它控制不住了。第二個，美國維持這個世界霸權成本遠遠高於收益。所以當這一切開始發生轉型的時候，我們就看到每一個國家，或者說在很多擁有成熟政治家的國家和地區，他們正在快速的做選擇。這個時候要的不是你模棱兩可，模棱兩可是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小國或者地區應該長袖善舞，這個是非常正常的，我們非常可以理解。比如說你像這個韓國的這個李在明政府，我們就說他現在就是表現出了一個長袖善舞，但是他也在內部在進行的激烈的計算。所以如果說比如說歷史哥，你最近關注新聞，現在大家都在關注霍爾木茲海峽那邊，但是你有沒有看到最近大陸批評了韓國？前段時間對吧，韓國表現的好像跟大陸是好buddy好兄弟。北京最近給首爾提出了一個警告，就是你不能口惠而實不至。在以前，由於大陸方面實力較弱，而且需要更多的外資進來幫助我們一起去發展國民經濟，所以說那個時候你表面工作做好是沒有問題的，表面工作做好我們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國際局勢裡面國際遊戲的玩家的實力正在發生此消彼長的轉變，而這個時候北京開始要求你不單單要做面子，也要做裡子。同樣的，對於很多的小國和地區來說，你現在表面上面你可以做一些事，但是你在實際上面你不能模棱兩可，你需要有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外交選擇。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現在叫做世界秩序改變的前夜，每一次世界秩序改變前夜，其實是在給很多的小國和地區提供一個時間和機會的窗口。OK， 我跟大家說兩個國家，一個叫做新加坡，另外一個叫巴巴多斯。這兩個國家，我跟你說，要資源沒資源，要人口沒人口，但是他們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快速的找到了自己可以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們都成為了那個地區表現得非常非常好的國家。新加坡，它是整個東南亞做離岸港；巴巴多斯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做離岸港。這兩個國家搞得非常好。同樣的，在現在這個時候，不能說東一錘子西一棒子，所以我們在這一次事件中，我們就看到了一個什麼問題，就是這一次的事件的參與方，其實主角這倆，斯威士蘭、台北，或者說我們說賴清德集團。斯威士蘭他其實沒有那麼着急，因為沒有棒子會打到他身上，他其實只需要籠絡好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叫做南非，他只要跟南非不發生大問題，他是沒有亡國的危機的。另外一邊台灣，反正在他的眼裡面，我說難聽一點啊，台灣對他來說就是錢，就是我看我能夠從你的這個兩岸關係裡面榨出來多少錢，這是
施威士蘭這邊，什麼價值觀相同？我說賴桑，你價值觀相同，你真的見到人家國王，你好意思說這個話嗎？那國王說，我有幾個老婆，你才有幾個老婆，你居然跟我聊價值觀相同？你不遲到誰遲到？你不缺席誰缺席？他一下給那個賴清德一指，你看我這邊的王公貴族，每個人都10個老婆，你才有幾個？你不缺席誰缺席？我說這個價值觀是一個最虛無的東西。然後呢，我們再看賴桑這邊，賴桑就好像我剛才我給你提的那個問題一樣，賴清德現在到底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自己到底心裡面有沒有一個他做事情的路線圖？你會給人的感覺就是他現在是一個無頭蒼蠅。對於一個領導人，不管你是一個國家、地區還是一個集團，我們說任何一個地方，小到比如說像我這樣一個工作室啊，我这有一個工作室5個人，然後呢到一個班級啊，一個公司啊，一個集團、一個組織、一個機構，任何的領導，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有一個計劃，有個路線圖，你知道要自己在做什麼。而且你做事情啊，我覺得做事情最大的正義是什么？最大的正義是做成，你不能說是一敗再敗，一敗再敗，一敗再敗。我覺得現在賴清德的問題就在於做什麼什麼都不成。你看他選領導人拿的是一個不過半數的選票，立法院拿不到多數席位，團結10講講不完，講不出來，已經講得非常糟糕，你甚至不能夠自圓其說。就是你做台獨金孫，你作為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你已經做了幾10年了，結果你連理論你都不能自圓其說，我只能說你的能力真的非常差。然後再到後來大罷免，你的大罷免做的簡直是一塌糊塗。我說你比尹錫悅你都糟糕，尹錫悅至少他敢來那麼一下子。然後再到後來，你看現在這個經濟上面，每次大家一說到台灣的經濟，就說這個台積電，但台積電跟你賴清德有什麼關係啊？台積電是你賴清德弄出來的嗎？那是蔣經國弄出來的，台積電跟你有什麼關係呢？我都不知道，你舔個臉成那，哎呀，我是这弄得很好，那關你什麼事兒呢？對不對？你有什麼新的成績呢？你的成績是把它送出去了呀，你又不是把它給贏回來，你又不是讓它擴產。這我也納悶啊，特朗普都能說台積電是他的成績，你賴清德有什麼臉面說台積電是你的成績呢？然後我們再說啊，現在你又開始忙不迭的，我要去搞邦交啊，我要加1，就是我感覺他做事情完全沒有一個脈絡，你都不知道他每天在想什麼，你也不知道他的周圍這幫幕僚在想什麼，就感覺啊是領導啊突然想了一個事情，但是呢這個碰了南牆了，我們這幫幕僚趕緊在一邊，你又不敢去問他，你一問他你怕觸了領導逆鱗，不，畢竟領導已經失敗了，臉面又不好看，所以一幫人呢跑到茶水間去說，哎呀，我們還有什麼事情能讓領導做一下呀，對不對？哎，要不然讓他出訪吧，出訪是不是很好看呢？而且出訪又能讓大陸那邊覺得很丟臉，我們要不然讓出訪來看一看。他說，哎，出訪好啊，出訪的去哪裡呢？去美國，人家又不理你，這樣子不會更丟臉嗎？要不然我們去斯威士蘭。我就感覺就是這幫人沒有計劃，就是感覺是想到什麼做什麼，然後呢做不成你就找一幫人說，哎，贏了。所以說，我覺得台灣地區的這個領導集團，我說難聽點，既配不上台灣人民的智慧，配不上台灣人民的努力，也配不上台灣這個經濟水平，你就感覺這是一個發達經濟體弄出來了一個6流國家的領導水平。就是我說難聽點，斯威士蘭政府非常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也就是說，斯威士蘭現在這個我們會用一切的意識形態上面不好聽的詞來形容那個國王，專制君主、落後、3妻4妾。但是我跟你說，這個人他的腦子甚至都比賴清德要清楚得多得多。所以我就說，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轉換那麼重要的一個時代，在這種時代叫做什麼？這叫十字路口時代。在十字路口時代，比賽的不是誰踩油門踩得狠，而是誰挑路挑得準。你必須要挑到一條康莊大道，你未來才能越走越順。你不能說我為了跟誰賭氣，我挑一條犄角旮旯的路，然後呢越開啊那個車越顛，最後呢帶着一車的人一下子翻到那個陰溝裡面去。所以我覺得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反而你看，我們一直說呢，奧卡姆剃刀的這個理念就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然後另外一邊也有一種說法叫做你的操作越多，你錯的機會就越多。賴清德總是希望通過新的操作來掩蓋掉他舊的失敗。你看他操作其實非常多，对吧？其實相比到以前的這些台灣地區領導人，特別蔡英文嘛，蔡英文基本上不太操作，他連演講稿他都不操作嘛，他是基本上這人不操作的。他有個綽號叫做神隱少女，就是他就可以幾百天不開任何記者會，完全不出來。然後賴清德，你看他上台以後，哦呦，這人一直活動啊，結果你會發現這個人叫一錯再錯，總是用新的錯去掩蓋舊的錯。所以我就說他在不斷的操作，但是我跟你說，你操作越多，你會帶來的連鎖反應
應就越多，並不是說操作只有成功和失敗，操作是会帶來連鎖反應的，因為任何的动作就会给大家带来新的心思嘛，所有的利益集团就会圍繞你的操作去动作。我们就说难聽點，比如說你如果沒有大罷免，我跟你說國民黨今天不會有這麼多的事情，鄭麗文可能當不了主席的。咱們說的現實一點，這個我們是上次某一期導導分析過這個問題，所以說都是因為他操作太多了呀，他越操作，然後越給大家這個打開各種各樣的機會窗口。然後同樣的，你看他現在去操作這個斯威士蘭的這樣的一個事情，他其實又在給各個部分打開各種各樣的機會窗口。所以現在我們來看到的就是當全世界的很多擁有政治家水平的政治實體已經開始在進行非常明確的布局的時代，不管是伊朗，不管是阿聯酋，不管是沙特，你都會看到他們手裡面有什麼牌，有人有好牌，有人有差牌，但是大家現在都有自己的一個打法。我們不說打法一定能打贏，但是大家都有打法。但是你會發現台灣這個地方沒有打法，他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尷尬的地方。我來做一點補充跟做個最後的總結啦。其實剛才聽蕭哥這樣講啊，我是挺感慨的，因為蕭哥跟我一起做節目之後，才開始比較高強度的涉入到台灣的問題。我們也經常線上線下的各種討論。那越接觸，我就越有一種感嘆，就是說，民進黨號稱台灣本土政黨，可是卻把台灣帶向一場死亡的窮途末路，瘋狂奔馳，而且是風馳電掣。尤其越號稱越本土、越 local、越台獨、越台灣民族意識的，像賴清德這種金孫，那還真的這個都不要說是金身了，好，就直接啊要葬身啊，所以這個背後是什麼樣的概念呢？因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啊，其實有幾個東西是，雖然它確實創造了巨大的 gap 落差很大，但是有些東西是普惠到全世界的工業產品，即便你在亞馬遜雨林最深入的，號稱從不跟外界接觸的部落，他們身上穿的是 T 恤，只是你去訪問他的時候，他就把 T 恤脫了，藏在裡面啊，你趕快來給我點補助吧，對不對？別來跟我接觸吧。事實上，亞馬遜雨林的那些商道，這些當地人都知道。在最落後的非洲國家，比如說 Burkina Faso， 它是一個內陸國，以前叫上沃爾特嘛，非常貧窮貧瘠，那個村落到最裡面都還是茅草屋，但茅草屋裡面走出來的人穿的拖鞋可能是中國大陸生產的，他的小孩子穿的可能是某某國小的衣服，這個是物質層次上的普惠。另外一個就是教育的，雖然這世界上還是擁有大量的文盲，但是大多數的國家它的教育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上的緩慢的增長，透過各種形式，因為不再需要透過紙本，不再需要透過非常緩慢的資訊傳遞的方式，而是呢，再貧窮的非洲人，他們3個5個擠一個也可以買得起一支2手的傳音手機，他也能繳得起一點電話費，大不了今天看30 mega 就繳30塊，明天看50 mega 繳50塊，所以他改變了資訊傳播的道路，所以因此總有幾個大做題家，他能夠脫穎而出，這漸漸的就移動到了上位。剛才講布吉納法索現在這一個是上位，他是桑卡拉的鐵粉嘛，他能夠出現，你看就是代表什麼？即便在很貧窮的國家，他還是可以透過某種方式去產生一些我們認為比較合格的領導人，不管他是任何意識形態或形式上。反而在台灣常年的擁有這麼豐富的教育資源，賴清德你說他學經歷差不差？他是台大復健系、成大學士後醫啊，他並不差。整個民進黨的群體裡面，他差不差？他這裡面也有很多非常優秀的，這從學歷來說，就大家看不起的王定宇好了。但是他為什麼今天會走向這個道路呢？我跟大家講啊，這裡就出現一個偏誤，就是過太爽，所以他開始覺得他有很多可以揮霍的空間，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全球的德摩克拉西，就是說西式民主出現的集體狂奔的網絡極化現象，我把它稱之為網絡民主右翼。其實它就是在民粹之上，透過網絡的這種節點點對點連接的方式，青鳥可能只佔了5%、10%的人口，而且大家都覺得他們是笑話。可是他們今天可以把沈伯洋吹得各種花枝亂顫的，他今天像 A 藝人，明天像 B 藝人，後天像 C 藝人，哇，這個長得又帥又懂音樂啊，這個亂七八糟什麼能力都有，靠着網絡造神起家，然後靠着貶低他人而成就嘛。這樣的一個狀況，其實在整個賴清德的這個執政之下，出現了整個質化，而且是烈性質化的一個轉變。為什麼今天賴清德的決策會如此的荒腔走板？第一，賴清德本人性格非常獨裁專斷，所以他下面的人誰敢觸怒他？小圈圈政治用的人又少，所以基本上大家就圍繞着讓老板爽。第二，賴清德的上位事實上是藍白在歷史的窗口之下做出了重大錯誤的一個選擇嘛。
當年在君悅飯店會談那5位先生全部集體退出歷史舞台，都只是倒數計時而已。郭台銘基本上在政治上從此無緣了，只能做個諧音野鶴。馬英九當時算保自由之身，因為他退出，但現在的狀況也不太好。那更別說侯友宜、柯文哲下一站在哪裡？朱立倫下一站在哪裡？我们就講到這，這就是剛才蕭哥說到，當你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你要如何去選擇？你懂得選擇的人，你聲勢就鵲起；你不懂選擇的人，你聲勢就敗下去。鄭麗文在這一次的歷史窗口下，他選擇了一條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但他用他自身的能力，還有找到對的歷史機遇的窗口，他去選擇。而賴清德剛好完全相反，就進入到第3點，整個民進黨有識之士，能賺能撈的都跑了，留下來的就是一些青鳥世代，他的這些幕僚的層次跟水準之拉垮，那都不帶說叫拉垮，拉垮都太高看他們了，都侮辱拉垮2字啊。比如說他的發言人吳崢好了，我自己在節目上遇到他，還沒開始講，他說歷史哥你已經贏了，我怎麼講也講不過他，最後他們只好透過施壓給節目把我編掉的形式，那我就沒去那節目了，那郭子乾的節目嘛，是從此那一集之後他就不再找我去了，想也知道他做什麼時候，他現在還去嘛，他不敢嘛，那你怎麼辦呢？去年大罷免大失敗的現場，我在黃偉漢的節目上，然後他們連線3例，從頭到尾把我編掉啊，這個事件也非常出名啊，他們現在已經弱到這種程度，只能蒙起來自嗨，所以再往下一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怎麼可能做出一個有任何有價值、有營養的一個決策呢？就但凡他要追求台獨，但凡他要舔美，也得舔的講究個貴姿嘛。你看高市早苗，人家再怎麼舔，他也懂得要怎麼舔。那美國出不了船的時候沒有關係，我這個呢，馬上日向級直升機攻擊艦直升機母艦泰台14號。加入到肩並肩軍演裡面當旗艦，不然太丟臉嘛。整個艦隊裡面連一艘像樣的船都沒有，不好看嘛。1.7萬人叫過來，這不好看。但人家日本知道啊。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就像蕭哥常常講的，要超越這個情緒的時候，我們很冷靜的看待這個世界的變化。其實各位啊，我們今天導老聊了那麼多期我覺得今天特別帶感，因為小到連斯威士蘭史瓦蒂尼這個地方都在產生質變的時候，那就代表什麼？這個世界的變化不是到了臨門，而是它已經正在變化，但是它在累積勢能。先從小國各種翻攪，然後中型國家，我們說的 middle power 開始出現狀況，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聯酋，大家都在做一些移動。巴基斯坦現在一躍而上，變成伊斯蘭世界的戰神了。天頂星扛把子，聯合國5常外加第6常，比印度還囂張啊！印度到現在一句話說不了啊！莫迪現在還忙着跟他黨內的在那邊 battle， 他哪有時間管這些事？這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事情，但是你看到了在台灣的民進黨集團，他們的決策品質低劣。然後內部的鬥爭也因為這個樣子，所以很多人跳出來挑戰賴清德。而現在賴清德正在往一條狂奔的道路上，他利用這個網絡右翼的這個現象，把它集結具現化，變成青鳥集團的時候，他這個群體他必然有一個強大的一個出口的需求，那個就是利用省不讓選台北市嘛。所以26年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台灣這個9合1大選，就指地方選舉，它超級高強度，有史以來第一次高強度的掛上兩岸，掛上中美問題。現在我們的立法院正在吵，到底1.25兆軍購要怎麼辦？國民黨的一個軍系的副主席叫紀凌蓮啊，直接當眾嗆要把韓國瑜開除啊！為什麼？他說韓國瑜是不是在游說8000億這個軍購啊？這叫什麼？這就是在台灣內部在拉扯。可是國民黨內部這些拉扯，至少看起來還擬人一點啊，至少是路線的調整嘛。到底今天是要同意8000億，還是要怎麼樣？還是3800億加 N？ 這個鄭麗文跟傅昆萁死守3800億加 N， 不想要過度的跳過去。那這個叫做路線的爭執跟撕裂，至少這是一個有效的討論，甚至 battle 到韓國瑜，那無所謂嘛，黨內這個很正常。但是這個叫什麼？這個叫做有效的 work， 它至少在運作。現在我們看到民進黨跟腦死沒什麼兩樣，它靠的是時代的紅利，股市上4萬點。剛才蕭哥說，台積電他們現在很囂啊，他說4萬點，你看台股4萬點，市值都超過英國倫敦股市啦，台北股市無敵好棒棒，新護國神山就出現了。那這個到底這些東西，其實講白了，時代的窗口跟機遇，其實台北股市就是作為美國股市太過泡沫的一個洩壓閥嘛，但洩着台北股市都變泡沫了嘛。現在在市場上能賺錢的就怪乎2種了，一種是什麼財團嘛，另外一種什麼叫做內線消息啊，不然呢，我認識的
就是這個樣子。那所以我們回過頭來啊，今天我們講到這整個的這個局勢的變化，世界那條脈絡的線，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幹，就是你是這個體系的締造者，所以你帶頭幹死這個體系，所以北約都不敢開會了。大家6個消息人士給美媒放消息說，今天不開，我不跟美國強碰，但是大家都在做選擇，大家都在這個大局上做選擇。我認為史瓦帝尼也很頭痛啦，你們台灣沒事搞這幹嘛呢？你這搞下去，我可能不能信台北，要改信北京啦，別搞了，對吧？對於他來說，你不來，沒人想得起我。你再搞我，等一下這個私共跑來亂，那怎麼搞？哎，這就是問題啊。其實呢，我是覺得現在這個世界的變局當中啦，我們要有一個很明確的認知，就是說，我覺得我們要回歸到我們最基礎的人民需要什麼，當地的老百姓他的建設，他的訴求何在？我們唯有看過這個，我們才能越過各種標籤。我知道其實我這個是比較想要向台灣的民眾對話，為什麼呢？就是說，我們台灣民眾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它都是一個 label 式的、標籤式的在思考問題。就我們的世界觀就是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那好人就是被貼上自由民主同盟的那種人，壞人呢就是中共同路人，沒有別的哦，都就是中共同路人，越共都不算了，中共同路人，只要不是這個的，就是那個。那只要被貼上標籤，我批你就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我哪怕抓出一點點小貓膩，我就把拿它來大批特批。我要捧你，我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一下可以說伊朗侵略全世界，一下說川普打伊朗好威武，不需要任何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這個標籤。所以我們在看待事情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台灣現在政壇，包括賴清德本，他可能他自己看世界就是這樣子在看世界，所以他在做這個國際判斷的時候，他在过地緣判斷的時候，他往往就是標籤貼了，這個是好人，我就努力的捧他。只要被貼上壞標籤，或者是誰對我壞，他就是中共同人，那他就是壞到底。反正我只要這麼宣傳，我只要像島內這麼宣傳，好像民眾這麼宣傳，好像萬事大吉，我就不用解決任何事情。其實我覺得這個心態才是現在台灣的真正病症所在。我們唯有真的突破這個 label 式的政治，我們才能有新的進步啦。好的，非常感謝。其實一開始呢，就是賴清德要去斯威士蘭這件事情本身呢，我覺得在我的心目中，它就是一個類似於之前又是搞大罷免，又是搞這個什麼團結十講一樣的一個行為。這個我剛才也跟大家分享過了。所以說今天聊這個話題，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它作為一個行為，它把周邊的一些漣漪給激發起來了。所以我就想，為什麼我說我們值得去專門為這個話題來做一期節目，因為它在開始產生多米諾的效應，不管是在國際上面還是在台灣島內，它在產生一些漣漪。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有趣的事情。那麼今天我們也請到了這個周勇跟大家進行這樣的一些分析，我覺得非常有價值。因為一方面呢，周勇是這個台灣島內難得的也是少有的左翼組織的成員，然後另外呢也是跟這個國際上面的左翼運動的成員有千絲萬縷的這些聯繫，可以幫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台灣人民心目中他的一些全球左翼運動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脈絡，這是我覺得非常有價值的，也是我認為我們島島連線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可以給各位觀眾朋友們去分享的和傳遞的一些我覺得有價值的信息，有價值的角度。那麼未來大家還有一些什麼樣的話題，或者說呢大家有一些什麼樣的你推薦的一些人物，你希望我們来进行一些对话，或者有一些什麼樣的話題你希望我們來一起探討，那麼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下你的寶貴的意見和建議。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祝大家變得更強，超越極限。那我們島島連線就下期再相見了，拜拜，拜拜，也謝謝周勇，拜拜。我還是巴賴。